您现在收听的是 M 字闲聊，大家好，我是庄尼。Hello， 大家好，我是麋鹿。今天这期呢，我们来聊一下孤独，多么沉重的话题啊！我们一直都想聊，可是又是觉得说，我们一向主打一个轻松愉快，聊孤独会不会两个人最后啜泣起来？应该不会吧？但是为了这期节目呢，我也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一个段落，我希望林麋鹿和所有的听众一起欣赏一下我这一个小优美。是不是想自己少讲两句，所以马上在这要放什么音乐？我来听听。No， 其实我还没有提前太准备，我只是把这个找到了。到底准备没有？要放不放？好，我知道，有的时候你很孤独。啊？当你一个人走在嘈杂的街道中，即便你的耳边有一些车，有一些川流不息，你还是觉得一个人好冷好难。虽然在这样的街道中，你觉得目之所及都是人，可你依然觉得为什么只有我自己懂我自己。下一段还有没结束？还有，终于你又来到了海边。哇，大海好美啊，有一种凄惨清冷的美。很热啊。你想一步一步走入深海处的美啊？不知道为什么。你不要在这个节目宣传一些那种不好的东西。为什么要走到深海处？旁边的人都在嬉闹，而你却想一直走下去，因为那种孤单围绕着你，让你欲罢不能。还有，你讲一点健康的，你讲点向上的内容好不好？我现在现编的，我只能说我反应能力还可以吧。接下来，一个人在家好怕，外面的雷忽然就这样响起来了，不知道怎么想起了儿时一个人在床上孤立无援的状态。这个时候又一刹那一声惊雷把你带回了少女时期。你好希望这个时候你是甄嬛，而皇上就这样来了。四郎是你吗？够了，怎么样？一般。有孤独感吗？没有。甄嬛看见皇上来了，甄嬛就很紧张，实在是不孤独，想不到那些。其实我就是想靠这些呢，跟大家来树立这一期的一个感觉。我们节目一向是这种以感官为主的一个节目，自从换了那个声卡以后，算了，不重复了。总之我们今天别闹了，来进入正题。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独处，我来问一下林麋鹿吧。麋鹿，你觉得你喜欢一个人还是喜欢跟大家在一起？我都喜欢。那我就别问了。对啊，我像那种女明星回答问题。小 S 问侯佩岑，你觉得周杰伦帅还是麦克帅？他说都帅。那就是极限选择，这两种必须选一种的话，其实你大部分时间喜欢哪一种？那以我现在的状态来说的话，我其实喜欢独处，因为我是一个宅女，我就喜欢一个人在家待着，那我的家也容不下那么多人。我觉得你的野心就是你想一个人开播客了。你不要诬陷我，明明是你想赶我走。没有啦，那我觉得因为这个是有条件的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再升级一下。现在呢，你一个人掉进了大山洞里，像我现在我模仿一下给大家，没想到吧，音效还没有停哦。喂，有人吗？有人在吗？这样的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你怎么办？那废话，那还用说吗？那我当然是不想一个人了。那最好另外那个人还是特警之类的人，把我就整个带出去，像我的二次元老公那种。所以说，我觉得喜欢孤独或者喜欢独处，它不见得是你每时每刻真心的状态，它很可能是因为在你可选择下，你选择它的一个状态，你才觉得说它非常舒服。确实是的，像我现在说我喜欢一个人呢，也是因为我比较容易就可以不孤独了。比如说你让我赶快起床来录这个播客，那我们俩讲话那肯定是孤独不了啦，又吵又闹的，一上来那么多音效啊小品的，
可能就是因为在这样音乐的夹击之下，让我渴望孤独。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你把我踹出这个节目，不让我录播客了，到时候我肯定是很怀念两个人的。对，所以我觉得有选择的孤独和没有选择的孤独给人的感觉其实是很不一样的。我知道我们这种人就是有一点矫情的说，哎呀，想一个人待着，觉得外面好吵闹，其实是因为有太多的选择，而很多人其实是没有选择的。比如说很可能因为家庭的原因啊，他只能一个人去挑战生活的种种，所以我们后面也会讨论到方方面面，不只是强说愁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还是从开心的聊起吧。那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孤独排行榜，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你看过的各种榜单真的很多，上次你说你看过12星座减肥法榜单。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榜单很有意思，它其实有点深入人心，它按照等级呢把孤独分成了3、6、9等。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按照这个孤独排行榜来聊一聊，我们到底能忍受孤独到一个什么等级。 OK， 首先是一个人看电影，你给他打几星？我给他打-8星，我给他打0星。因为电影我觉得一个人看就最好啊，因为两个人看有时候说实话忍不住你们讨论起来了，影响其他人。像我还记得我跟我朋友啊，我们3、4个人一起去看《铃芽之旅》，然后我们就是会开玩笑嘛。我记得《铃芽之旅》到最后那个女主为了救男主就跑鞋都没了，我朋友在旁边轻声的跟我说，你看看为了男人就会连鞋都不剩。但是有时候好朋友一起去看电影，你真的有时候忍不住，你想交换一个眼神，但是电影院又看不见对方的眼睛，就忍不住会讲话。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看电影是最佳选择。我现在一个人去看电影，我的配置是拉满的。我首先呢，我先买一些卤味我是放在我的保温杯里面，我有一个大大的圆扁扁的那种保温杯，然后呢我再带着我的奶茶，再带一个面膜。我看电影的时候呢，一边敷面膜一边吃卤味一边喝奶茶。我的妈呀，你把电影院当什么？一个 SPA 馆呢？因为现在电影院里经常没有人，我家附近那个电影院，我几乎这几次去看电影都是只有1、2个人，所以我是真的是有一种我一个人的包场的感觉。对，我也很喜欢电影院没有人，但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人，至少有个1、2个，然后离得很分散的坐，这样的话就不会有鬼钻出来。哦，确实，我记得有一次《指环王》在上海重映嘛，我就去看，它重映是在一个很旧的电影院，巨大的一个厅，因为那也是一个大电影，但结果是因为这个电影可能都是一些像我这样的比较老的人小时候看的才去怀念，没有人怀念，除了我，只有一个男子去怀念。就整个看电影的过程中，我其实有点蛮害怕的。像我喜欢自己看电影是完全因为一件事，就是我是电影院警察，只要有人讲话或者是吃零食叭叭叭声音很大的话，我就一定会管。我想说你安静一点，这里是公众场所，大家都要看电影，你发出的声音很讨厌。那我如果跟朋友一起看呢，恰巧我的朋友都很爱讲话，很爱跟我分析。像有一次啊，我跟我之前的一对异性恋夫妇去看电影，因为那场电影啊，有很多人都在说话，像我前排有人在说话，可是他们俩率先说了话，还跟我说，哎，你看那个谁，怎么现在那个男的怎么变这么老啊，什么什么的。我就狠狠的飞瞪他们，因为我想说，如果你们也讲话，我不管的话，我就管不了别人了。可是他们俩就一直都不停，因为他们俩不停，我就没有资格管别人。因为如果我在管别人，别人就会说你怎么不管一管你旁边那2个朋友啊，聒噪的不行。所以我就只能忍下来。那天我就发誓，我只跟不说话的人看电影，或者我自己一个人，我就一个人很爽。那么第二个是我觉得已经非常常见，因为这个榜单是非常非常多年以前了哦。现在的话看来真的是，我觉得只能给他1星，就是一个人吃饭。哦，一个人吃饭在我们当今社会真的我觉得只能有1星了。首先有很多餐厅呢，一个人我经常吃的，比如说牛肉面、兰州拉面这种店，一个人吃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还有的就算一些人去的多的店呢，一个人坐下来，有时候那个店里只有4人桌嘛，我就一个人占据一个桌，我觉得很爽。那你会觉得一个人吃饭孤独吗？我可以讲一下，就是说我的习惯，因为我的吃饭的习惯呢，是我单身时候养成的，就我有太多时间在单身没有伴侣的情况，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想在吃饭的时候好好享受，吃饭非常慢，然后打开手机，无论是刷一些没有营养的视频也好，还是看会儿书也好，我都希望没有人跟我说话，我一个人把整个的午餐全享受完。那个过程我觉得那个美食会加倍，
就味道会更好。可是呢，我之后谈恋爱了，可是之后呢，慢慢网上我发现有人在谴责这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跟人一起吃饭看手机是一个极度不礼貌的行为。可是我想说，我这个习惯真的很多年了，我也想保持礼貌，可是我那个习惯一旦养成，你知道你吃饭的时候你就想手里握着一个手机在那里滑来滑去，可能都没有任何的意义或者没有任何内容。后来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对象说，我可不可以吃饭的时候看手机？虽然很多影视里面都会表达说，一对情侣一旦两方都在刷手机吃饭，好像就不爱对方了。可是我就想说，我只是因为这个习惯，我想保持下来，我想有一个在共同的空间里，忽然之间有一块是独处出来的，那段时间我会觉得很美妙。那你这样子真的更适合一个人吃饭。如果2个人或者更多人都一起出去吃饭了，你们还各自刷手机，就还不如各吃各的，是不是？好像也没有交流到一些情感了。对，而且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菜色，真的不错。你要妥协别人吃饭的口味，真的非常的烦，特别是那种说随便却很挑剔的人。我有一个朋友，她男朋友是少数民族的人嘛，猪肉是不吃的。有一次他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我真的是最爱吃兰州拉面，他说他也经常吃，我说你也喜欢，他说不是，他说因为我跟这个男朋友约会到后来，发现很多餐厅反正点菜都不太好点，干脆就去吃兰州拉面。对，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少数民族的，就我们每一次相聚都肯定是以他的信仰为主嘛，这个是要尊重他的。可是有一次我单独跟他女朋友一起出去玩，他就说太好了庄妮，我今天终于可以吃猪肉啦，就很开心。他也不见得非常爱吃猪肉，就可能太久都要吃牛羊肉的话，他有点发疯。对，有的人可能说那他可以迁就你嘛，就可以点你吃他不吃，但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2个人出去吃饭呢，你最多就点可能3个菜这样，那3个菜里还有1个菜对方吃不了，我觉得就算了，所以可能有时候就只能妥协。但是我真的觉得一个人吃饭呢，就是随心所欲啊，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很好。就在此呢，我要分享我小时候的一个故事。那会儿我还是比较害羞的，我会觉得一个人走进一个饭店吃饭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就可能别的桌都三三两两，我一个人在那吃，我就觉得有点害羞。那个时候刚到北京生活嘛，朋友也不多，我就找到一个公众号，它就是陌生人在一起玩的那种，类似以前豆瓣的同城小组吧。然后我看到有一天他周末有一个活动，那个活动我还记得叫做吃遍北京驻京办。我想说这个不错啊，就大家一起可以吃饭，可以多点几个菜。有一次呢，我看到他们说这周末我们去吃江苏驻京办，在北2环江苏大厦。我想太好了，我到北京以后我一个人北漂，我要吃一点我的家乡菜。到那边大概6、7、7、8个人吧，我记不太清了。他们就说一人点一个菜，我说好的。然后我想说哇，好久没有吃，我想点一个响油鳝丝，我记得我点的是这个。然后吃饭的过程也都挺好的，吃完了就结账嘛，结账那个负责先结账，然后再跟我们收钱那个人，他看看账单，他忽然说怎么这么贵？你把具体的单拿来我再看一下，点了什么东西。然后他就看那张单子，他说响油鳝丝200，谁点的？然后他又往下看，还有一个女生也点了一个贵菜，也是快200的。他说这个是谁点的？那个女生就说是他点的，我也承认我说我点的。他说你们俩点200块的菜？我说我不知道，大家有吃过吗？很值得一试。就是他点的可能是什么大煮干丝就40块，那我们俩点200块，说实话把每个人 A 的钱一下上涨了。但是我不知道不能点贵的，就大家付钱的时候，其他人就是都看着我们俩，眼神是不太友好了。后来我也不敢再去这个活动，因为我觉得确实会有一些问题，而且害怕孤独，你就跟陌生人这样子凑一桌吃饭，就是也蛮怪的。因为在餐桌上啊，大家也没有交流什么的。而且后来我想了一下，因为响油鳝丝是我点的，我就一直狂吃那个菜，别人可能当时不知道贵也没吃，有点对不起别人啦，我还要跟他们 A。真的对不起，我如果再来一次，我会先问他就大概要点多少钱的，我真不是故意要点贵的哦，大家不要骂我。那这个问题其实当时的排行榜也有升级，比如说一个人吃饭还包括更升级的一个人吃火锅。我觉得一个人吃火锅确实感觉好像是有一点点的孤单，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热闹的菜。但你可以去吃呷哺呷哺。对，因为我们之前就讲过嘛，像日本也有越来越多这个比较一个人的经济，单身经济。
所以就是越来越多为一个人开辟的吃饭的一个餐厅，所以我觉得慢慢火锅这个也不成立了。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吃饭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必演的，我只要是如果我一个人吃烤鸭，我一定要演《天下无贼》里的刘若英，一边假哭一边吃烤鸭，我太喜欢这段戏了，每一刻我都在心里排这个戏，我想说我一定要演。那么这个排行榜接下来呢，是我觉得我不知道给他几颗星诶，一个人购物。一个人购什么物呢？其实我自己经常去名创优品一个人，我是觉得不错。一个人我就把所有香水都试闻一遍了。两个人在的时候这样子，怕别人就觉得这个人行为有点怪怪的。因为我是喜欢一个人购物的，因为我是那种迅猛龙型的，无论是做什么事情，之前也讲过啊，作业也要先写完再出去玩啊。像现在的话，我只去那几家店，然后我看了一下，有合适的我就试穿，试穿完好我就马上结账走，没有合适的正好就是这一溜我逛完了，可能也就是不到1个小时，快很准的回家，我很喜欢这种。后来呢，我会发现有很多人打着两个人一起逛街的旗号来给你一些比较安心的状态，你会觉得说好像你要进入一段关系了。因为我知道有段时间呢，我们小众群体很喜欢在 dating 的时候去逛宜家或者逛超市，会有那种家的感觉，给你构筑一个说，哎，你看怎么打扮我们将来的家呀，就会有这种暗示。我现在每想到这些，我都觉得说别扯了，因为我觉得它让两个人购物虽然看起来更丰富了，有很多所谓的暗中的情绪价值，可是其实都是假的，还不如一个人你要想买什么赶紧去买好然后走，这样来的痛快，至少不会让你做蠢蠢的梦。就是我心里想着，哦天哪，对方也会幻想着畅想着跟我未来一起的家居生活，但是可能对方一想到说哈，未来要和这个人过家居生活，当场就怕了。对啊，这个慢慢都发展出来某一些人的套路了。那你说两个人购物或者和朋友一起出去购物，是不是也热热闹闹的很好玩呢？可是两个人购物真的很容易遇到那种金牌女销售。我的好朋友西摩格西姐，她就是我身边最大的一个销售。像我这次我不是去日本玩吗？前几天我都没有买到衣服，我就给她发信息，我就说姐，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日本变得不好买了。我忽然恍然大悟，原来我是被你洗脑了。就是说他一直在给我洗说这个很好看啊，这个必买吧，那个你不买，庄你疯了。他就是会给我这种很多的情绪价值，然后就非常想买东西。这次我逛完我才发现，没有他的旅程我根本不需要买东西，一个大省钱。我就说我真的是被你蒙骗了好久啊。真的，希姐每次跟我们出去都这样，但是我觉得像我们俩的组合也很好。因为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也是在日本，在miu miu，你让我先试一个裙子，我说哥这个牌子裙子是挺贵的，你说就试试怎样？然后我试完了，我一出来你眼睛都亮了，你说好显瘦，你说你整个人看起来一下瘦了10斤，对不对？然后售货员小姐她一看到你眼睛亮了，看到我也蛮喜欢的，她就觉得可能有戏要成交，她又拿了一件给我去试。这次我在更衣间里面，我一看那个裙子多少钱，26000，我就给你发微信，我说这个裙子26000，庄妮就说没事，你等会儿出来，我会给你一个表演。然后我又换了一个裙子出去，庄妮马上翻了一个大白眼说换下来。销售小姐她虽然不通中文，但是她能感受到这个情绪，可是她好像也感受到我们在演戏，因为她立刻也翻了我们俩一个白眼，就偷偷的那种，但被看见。因为如果你这样子试了2万多的衣服出来，明明买不起，你朋友还在旁边说哇塞好好看一定要买，那我们就会被架在那边就完了。我有一次也是这么害希姐的，她要去 BV 试裤子，她问我好不好看，我就说太好看了吧，非常好看，但确实是很好看。然后她看我的眼神就比较迟疑，我就说当然是好看啊，然后她就只好买了。结账以后我记得多少钱呢？好像快8000一条裤子啊。对，遇到有一些好朋友的话当然会帮你省钱，但是遇到一些金牌女销售的话还不如一个人逛街。真的。那么接下来呢，是我觉得值得2颗星的一个人住。因为以前一个人住对我来说真的压力很大，我怕鬼，我在节目里说过800次了。后来我打定主意一个人住呢，是我觉得说也该要成长的时候了，毕竟也快40了，你还在那里装怕这个怕那个的话，显然是骗得了别人也骗不了自己了。所以后来我开始自己住呢，我还是觉得说很空。那段时间我才会对孤单和寂寞有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印象吧。我觉得
以前是因为我身边一回家就有朋友，或者出去玩也一大堆人围绕在我身边，可是一个人住的时候，回家空荡荡的感觉真的是有一种你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寂寥感。像有一段时间我有多发疯，我怕我讲出来大家会觉得说好可笑，可是那段时间是我半演半真实的。我一回到家推开门说老公我回来了，然后再自言自语说哦原来我没有老公那段时间很爱演戏了。然后后来我就发展出来一个新的难以启齿的一件事，就是我很爱在软件上约人来陪我睡，可能什么都不干，但是我希望旁边有一个人，不然的话我睡不着。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哇，那是真的很需要别人陪伴嘞。对方来了以后你怎么说？你说今天晚上只是抱着我睡。就是这件事情很有意思的是呢，因为现在已经有 BBS 这个软件上会在简介里写 BBS，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抱抱睡的意思，论坛的意思然后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我需要沟通一大串，就是说我并不想要发生任何的关系，我只是想说一起睡觉。可能你遇到10个人，可能比如说有1个人才愿意，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出专有的这个名词了，甚至现在已经有其他的字母，但是我不想说，反正在节目里我给大家大概的说一下就好了。反正这件事情呢，成为了我单身很多年的一个慰藉吧。我觉得那段时间我是一周，我觉得至少要有个1-2天是有人陪我睡的，不然的话我就觉得哇好孤单。可是来的都是陌生人哎，这样才不如叫朋友来家里陪自己睡吧。但朋友都不愿意来呀，因为朋友也有其他人要睡啊真的哭了所以我觉得反正一个人睡对我来说一半一半吧，但大部分时间我是很喜欢一个人住的，之前节目讲过，我就不再重复了。是啊，一个人住，不管你是干净还是脏，都随你的便。你跟别人一起合租的话，如果你是干净的人，对方不干净，你都要烦死气死。你要是不干净，对方干净，那你也有福了，对方就恨上你。对，所以我觉得我之前也是跟室友有过，在心里啦，我会觉得说，哎呀，怎么这么不爱干净啊什么的，所以我才慢慢的觉得说一个人住是真的蛮好。可是现在我又回归到不是一个人了。你现在让我觉得说一个人住到底好不好，我也没有办法再特别鼓吹说一个人住很好。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状态我很喜欢了。那我们讲的其实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呢，或者中年人在北上的情况嘛，就很多人他其实是跟爸妈住的，跟爸妈住也是这样，就有些人他就会说觉得很不自由，爸妈又管着我，但是其实你回家是有人给你准备饭菜，然后可能有人打扫卫生洗碗筷，有人给你买菜的点河马但是一个人的话，你这些其实全都是要自己了。但是跟家人在一起住，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确实是容易相看两厌啦。爸妈也看你不顺眼，你看爸妈也容易有一些问题哈。像我现在的话，因为我爸妈长期住在别的地方，可能每1周或1-2周吧，回来1-2天，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蛮好的。那1-2天让他们给家里买点东西，开玩笑的，都是我买的。现在可不敢在节目里乱开玩笑了，不然又要被爸捞女了。那么接下来呢是下一项，一个人 KTV。 我觉得一个人 KTV 可以给三星了。3星？你开心死了吧？一个人 KTV 你还不好，你一个人能唱2个小时啊。但我唯一一次一个人唱 KTV 不是因为我太爱唱，而是因为我失恋了。当时一个人去唱了好多好多曾经跟那个当时的对象的歌，假装以为我跟他有共同的回忆啦，其实也都是我自己加的戏。然后一个人在那里边唱边哭，只有这一次，而且很年轻的时候，当时真的孤寂到谷底。心里是不是期望唱到一半，对方忽然破门而入，和你紧紧的相拥？真的，然后跟我一起合唱You are my destiny 那我讲一个我觉得很多人觉得孤独的，就是一个人旅游。一个人旅游我觉得蛮孤单的。我有过啊，然后就脑炎了但我蛮喜欢一个人旅游的，就是我最喜欢的几次旅游很可能都是一个人。我觉得你知道孤单和自由就是一体两面的嘛，那一个人出去玩你就真的很自由很自由。比如说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是去欧洲玩，我自己一个人，我有天在米兰就睡觉。我觉得跟任何人去大家都不能忍受，就都来到这地方你睡什么，但是我那天太累了，我就想睡一天。或者有一天，或者去其他地方玩的时候，比如今天明明定好了要去 A， 我就是今天早晨起来我忽然想去 B 了，我就不用和任何人商量啊，我想去就去。
而且在陌生的地方呢，我觉得一个人你更能静静的体会周围不同的地方。因为比如我们俩去玩，我们俩到哪边都讲个不停啊，坐在出租车上，你也不看窗外的风景，你也不会看那些人流街道，就两个人在这面对面猛讲，那跟我们在上海有什么区别？但一个人呢，你就头靠在窗口，你静静的看着窗外，感受这个城市不一样的气息，就觉得挺浪漫的了。因为我一个人旅行的回忆实在让我觉得太难受了，所以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孤单的事情。而且因为我们也有新听众嘛，所以我大致回忆一下，当时就是因为我在一个人想要旅居生活的时候，在青岛那一站第一站我就折在那儿了，就是我一个人在我当时租的公寓里，然后就失联了，最后朋友要报警啊才破门而入。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朋友的话，可能我就死在里面了，因为确实因为很多这个病没有及时抢救，他就死在里面。所以我后来我就完全打消了旅居的主意，就再也不敢继续进行下一站了。因为像青岛我非常的万幸那里是有朋友的，可是我接下来的一站好像是福建，那我福建是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也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如果失联了，不会有任何人在乎，也没有人会报警，所以可能我就当时我就怕了。所以一个人旅行对我来说挑战太大了，而且未知也很多，毕竟是陌生的城市，而且有可能是陌生的国家，甚至语言也不通，很可能你的表达也有问题。比如说你去陌生的医院，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说你自己的病情。是的，我上次在老挝在路上呢碰到一个流浪汉，他没有把我怎么样，但是我看到他我自己吓一大跳，我手里面拿一把扇子，我扇子就把我自己手上戳了一个小洞，然后流血，我又要回酒店跟人家解释，也是只能肢体语言了。所以我觉得他4颗星当之无愧。那么接下来呢，既然已经刚才我也说了一块了，所以我就最后一个终极项目是一个人看病，包括一个人手术啊这些，它是有5颗星。真的太孤独了。我觉得人身体受伤的时候是最难受，最容易希望周围有人陪着的人吧。因为除了心灵上的感觉，你实际上也确实是需要别人帮助。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人来，肯定觉得很孤注无援的。对，但其实一个人看病是大部分在都市生活的，特别是比如说北漂、沪漂啊，在一线城市漂的人，他的必经之路。像我的话就经常一个人看病，可能有的病还不至于说让自己难受到无法行走的状态，你只能一个人去看。我当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就你无非是觉得说身体虚弱的时候，你还要爬上爬下去挂号拿药，然后问诊，可能去各种照片子的时候你要走来走去，其实那个医院都是很分散的嘛，一般的大医院好医院是这样的。后来有一次是因为我肠胃炎，我真的已经走不动了，当时正好是我妹妹在我家，她带我去的，我好像之前稍微提到过一段，我当下就觉得说我的妈呀，有人陪我看病是如此的简便。就是我妹妹她身体好嘛，她也不觉得说跑上跑下有很累，可是那件事情对我来说，当时的我来说是非常大的负荷。所以我就说妈呀妹，还好有你，我将来可怎么办？她说放心了，你老了以后我也能陪你了。就当时就觉得很窝心，而且你在生病的时候真的好脆弱，你听到那个话我泪花都快出来了，我想说有妹妹太好了。真的，而且我觉得有时候生病的时候嘛，医生要给你下诊断之前，那个心理压力就很大。有个人陪着你的话，你们还能一起承担一下。我记得有一次我摸我的头，我忽然摸到我头上有一个凸起来的地方，我觉得我以前这里没有凸，怎么现在忽然凸了？我就去看病，那个医生说你可能是得了骨瘤。然后我想说天呐，这个病是不是不治之症？我赶快搜，就觉得好像是很严重的病。我当时一站起来我都站不稳，我真的是眼前一黑哦，就是影视剧里拍那种真的是真的，我就完全天旋地转，我想晕倒。我记得我还发信息给你了，我说我得骨瘤了但其实后来拍了一个片子也没怎么样，就是说我的头骨不是很圆，虽然是误会一场了，但是我想如果是自己去看病，碰巧医生跟你说了一个某某大病，真的承受不住。是的，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吧，在这里讨论生病什么的事情，大家大部分人可能还没有什么实感。就像你刚才讲的，你是因为旅居的过程中有过这样的经历，可是你现在其实也才30多岁。如果有一天我们都60、70了，真的别说旅居了，你平常生活都小心翼翼的，因为那个时候生病
你都害怕死了，自己一个人去医院你都走不动。对，所以就像我一开始说的嘛，可以不孤单的情况下选择孤单并不可怕，无所选择的孤单才是真正的恐慌。所以说，那如果未来有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孤单，那怎么办？就将来老了什么的，那要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要找一个让我们并不是那么无所选择的一个事情，那就是保险点题了。是的，我觉得其实很多人他都不太会害怕此刻的孤单，就可能我们在这里聊孤单，大家还觉得很自在，但是如果讲到未来，很多人可能就会害怕了。我现在很开心，那如果我未来一直这么孤单，我到老了还那么孤单，我可以承受吗？那生活是不是都没有保障了？是的，除了精神上的影响吧，我觉得孤独也会对我们的生活有影响。比如说我刚才讲到在青岛独居的时候生病嘛，后来呢，第一家医院其实是误诊了我的病的，他说不出来是什么东西。那么我躺在救护车上又换了另外一家医院，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大家可以回听那一期，就我问医生，我说我到底是什么病，他说你猜，给我气疯了，我白白扎了18天的点滴。没有白白啦，那个针里有 VC， 我见到你的时候你非常美白。白白扎了18天的点滴是白白针。之后我就又再去上海看病嘛，医生再给我新的治疗方案，一直累积治疗费用。这个过程我只能说又遭罪，心同时也在滴血。独居人士对自己的健康状况真的更要上心，因为那一刻你真的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了，而那时的你根本无力承担。唉，是的，我觉得现在的年纪，我们已经需要去有意识的先了解一下疾病治疗啊，还有医院这样的信息了。像之前在北京嘛，我记得我有个朋友，他凌晨的时候不小心把脸磕破了，很大一个口子，我就赶紧去小红书查哪个医院半夜3更的急诊还可以缝美容针。看到很多人说和睦家急诊缝美容针的水平很高，为什么呢？说他的急诊经常处理那些家境比较好的小孩的伤口，所以很有这方面的经验。那我当下就打电话去和睦家问嘛，那边就说缝针现在来没有问题，他讲了一些，最后他跟我说，你有保险吗？有保险的话一起带来哦。我挂了电话就问我的朋友，我说你有没有这样私立医院的保险？他说没有。那我就再上小红书一查，原来没有保险的话，你在和睦家这样比较好的私立医院吧，缝一下针，有的人竟然缝到8、9千，我觉得太贵了，所以后来我们就只能去了别的医院。我也只是经过这个病我才有这个意识的。我也开始了解了很多保险的知识，保险最好是趁着没生过大病的时候购买，以及趁着年轻的时候买，否则买的时候会有很多限制，甚至直接买不了了。还好我的脑炎没有在不能买的行列。是的，专业的知识呢还是要咨询专业的人。那么现在保险也有了，孤单也还是很孤单，那怎么办呢？就是继续聊。我觉得刚才我没有说完的呢，是我觉得孤单这个东西，它其实有的时候是我自己比较造作的部分。像我年轻的时候非常非常喜欢在夜店假装自己很孤单。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北京，就是特别一些小众群体的朋友熟不熟悉北京的一个 gay 吧。那个酒吧呢，它是有一个长条的一个过道，就是说你在这个过道，你只要是一过，大家就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那么今晚呢，你是刺花还是留牌子，就是看这个过道的30秒。去夜店以后整个的这个心路历程，我还写公众号吗？结果一炮而红。可能孤单给我带来的是这个吧。反正就是当时我会在里面想说，哎呀，这里面都是不懂我的人，而我还不得不来。我也不知道是谁在推着我非要来每周都要来夜店。你真的是甄嬛在这里觉得我想落选，我就一个人在这好了，我不需要这些。结果就走到了皇太后。我当时就是年轻的时候嘛，就总是很多思，所以就很做作，在里面觉得说鹤立鸡群啊，或者是觉得自己在里面不一样啊。其实你现在回头看，你就是蛮一样的啊，就是很做作的一个小孩。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孤独这件事情，它到底是好是坏呢？不一定是它当下呈现的一个状态。你可能现在回头看，你就觉得说还挺好玩的，甚至觉得说它不值一提。可是有的时候呢，你又觉得说它深切的影响到了你。比如说我之前看到一个张爱玲的名言，她说只有年轻人是自由的，年纪大了便一寸一寸陷入习惯的泥沼里，不结婚不生孩子，避免固定的生活，也不中用。孤独的人有他自己的泥沼。
真的是这样。我看完以后真的心里一惊，孤独的人有他自己的泥沼，就是这个话打出来，你就不得不承认，真的跟年纪也有一点关系。没错了，而且就算像我前面讲的，我都不太觉得孤独，但是在别人眼里，我可能就是一个在泥沼里的孤独的人。对，像他讲的嘛，年纪大了，我真的觉得人越大就越孤独，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而且你如果越孤独，你就越孤独，因为长大了以后，你身边朋友肯定是渐渐变少的。如果别人有了新的生活，如果别人离开你的城市，你肯定就是会比以前孤独啦。所以很多人可能为了这个就会去组建家庭。如果你没有自己的家庭，那你真的就是会越来越孤独了。而且确实是人大了以后呢，你会渐渐脱离出你原来的圈子，多年的朋友也可能慢慢的不联络了，特别是退休以后，你也不见得天天跟同事联络，所以一旦你脱离了这个生活的圈子，我觉得其实你离你的舒适圈也越来越远了，那你就不会觉得说孤独是一个你游刃有余的事情。哎，你还讲同事嘞？我觉得我跟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最孤独。办公室里嘛，50多个人，我心想你们都是谁跟谁，很多人还合不来。我心想有一天不上班了，马上跟你886，再也不会讲一句话。在办公室里面真的蛮孤独的，还不如一个人在家。所以说很多人为了解决这个孤独，还要去结婚啊，或者生孩子啊什么的。真的耶，有些人你问他为什么要结婚呢，他可能都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但其实真的有人他就是怕孤独，或者他觉得大家都是这样，我不想跟大家不一样，我就忍受不了做社会的小众，因为别人都是结婚生子的，他扛不住那个压力，其实是有一点扛不住孤单啦，就相当于是他没有办法做到特立独行嘛，就只能去过跟大家一样的生活。我记得在我大概30岁出头的时候，我当时蛮焦虑的，我就觉得我算是最好的年华也渐渐的没了，在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面，就是对未来我也很渺茫，我就觉得说应该不太会遇到一个人了，所以我当时就跟我朋友聊这个事情嘛，他们就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呀？你就去花钱呢，你就去找一些那些可以给你情绪价值和所谓的肉体上的快乐的人呢。可是我真的接受不了你可以接受吗？所谓的花钱找爱情，因为就像这个世界上它总有一些比如说包养和被包养的故事，就它肯定是用花钱来解决嘛。那我觉得反正我是接受不了的。我也是接受不太了而且我会觉得花钱得到的真的是爱情吗？就是我知道一个比较有钱的男人，他就有一些年轻漂亮的女孩和他一起嘛，他就很喜欢跟别人说，他说他们都不是为我的钱，就真的是爱我才跟我在一起的。说实话，所有听到的人心里都哈哈大笑，所以在外人看来真的就是这样，但是也不好说了，事情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肯定对方是喜欢我这个人，承认不了是钱啦。也许吧，但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陷入了一个更深的泥沼啊！你看，像日本的新闻，很多人每年被牛郎骗财骗色，而且骗很多很多的钱，被骗到倾家荡产可能只是为了要和他真的谈恋爱。其实我今天没有特别想展开这个话题，但是我是觉得说，你为了孤独所做的一切呢，只要你自己能买单就好。但是我之前是遇到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可能就是所谓的包了一个小朋友，一个男的和男孩，然后呢，他当然是每个月大概给他固定花多少钱，那他卡就可以有一个额度随便的刷，不得了了，变身娶大女人的直播间。可是同时他也在一些大的比如说100多人的群里就说，哎呀，我这个月给小朋友花了多少钱。其实我是觉得你到底心里是平不平衡，你是不是其实也暗暗的觉得你花钱来解决你所谓的情感关系，你其实并不满意或者并不满足。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是非常微妙的，我觉得我的心理是这么敏感的一个人，我绝对接受不了。特别是那一天我看到了一个事情，他很侧面的表达了这个事情，就是说他写了小众群体呢，大概20多岁呢就有非常好的肉体啊，面貌也非常可爱，但你不能要求他懂事。30多呢是最好的时候，又成熟，同时有一些经济基础，那你可以跟他很好的交流。可是你遇到所谓的40多的时候，那你跟他聊得很好，大部分时间很可能他是在向下兼容。我是觉得说可能年纪到了，那他就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我觉得人到了一定的年纪，无论是在经济上的，还是在情感上的，还是在你所谓的这个思维上的，
你都要做出一些让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让步让我觉得蛮孤独的。但是这个40多岁的人，他也许不是在让步，他也许只是游刃有余，用他的那些经验啊、话术啊，把小孩迷得团团转咯。我是觉得还在市面上走跳的40多的单身男性，特别是可能直男我真的不了解哈，gay 的话可能真的需要保持住一个状态，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说他就是你在马路上看到的秃顶大肚子的一个人，或者是非常平凡的一张面貌，他不会再在市面上被作为传奇来流传，或者是他的故事无人在乎。其实这个社会就是这样，非常的很现实。我觉得虽然我不提倡这样的价值观，可是没有办法，它就是这样呈现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付出经济也好，还是付出情感上的讨好也好，我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我只是觉得人孤独怎么了？如果你身边没有伴侣，或者你就是一个无孩家庭，那你就接受它呀。对呀，因为我觉得如果这个时候你害怕孤独，你为了解决你的孤独，你真的是要付出很多，你要让步很多。对，然后同时又心有不甘。对，有时候想想看，就孤独又怎么样了呢？对不对？你就算一个人过，其实也许我们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你就还是觉得还是可以玩呀，你还有男朋友呢，我也有男朋友，所以我们在这里大言不惭。有一些听友呢，可能确实是单身一个人，他听我们这些气不打一处来了已经。让我们不要在这里乱畅想。对，因为我曾经也看过一些故事嘛，比如说他的家庭很破碎，或者是父母双亡的一个家庭，就是很特殊的一个状况啦，他不得不面对这一切。其实人就是有一样东西，当你有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多好，但是如果你没有，你真的就会特别想要。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无解，就你不觉得孤独的时候，你怎么样也都好，可是有一天你一旦觉得自己孤独，你想结束孤独了，你就会觉得很难，你就会觉得不结束你不行，就是这种心理只能自己想办法克服一下了。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家里喝酒麻痹自己，一喝酒眼前忽然冒出3-5个人，就幻觉。别说爱情了，我觉得友情其实也是我从小就悟到一个道理哦。有一个很老的话叫什么来着？圈子不同不要硬融。这我很小的时候就体会到了。我记得我当时家里老搬家，所以我每一次在一个新的家附近接触到的朋友都很不长久。直到有一次就是搬到一个非常非常新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小朋友呢，我感觉他们都已经互相非常熟了，我去找他们玩，没有人理我，就是那种爱答不理的样子，非常非常明显。那后来我就把我所有的玩具全都拿出来跟他们交换，我想说一起玩，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慢慢就会成为朋友。一开始他们都对我巨热情无比，结果玩了大概2天还是3天吧，就不理我了。那个时候失落感反而更大，我觉得当时我就非常的后悔，我想说我凭什么要给你们玩具来玩呢？你们脏了我的玩具。反正就这件事情给我印象真的很深。你想当时我可能也就才5-6岁吧，我能记到这么久。是的，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为友情付出这些。像我也有个朋友跟我说过，他说他上学的时候到了放学都会很紧张，因为同学们其他人都会3-32-2的一起走，他就一个人落单了。其实也没什么，你就一个人走回家嘛。但他当时就会觉得大家是不是都在笑我，我只有一个人，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走。还有上体育课的时候他说老师说大家现在自己自由活动，其他人马上就3-32-2的活动开了，就他一个人，他也是性格比较害羞比较文静，经常没有人想到他会忽略他嘛，他当时就会觉得特别丢脸。所以后来呢，他就是为了放学有人走，他就会在学校门口的小摊买吃的分给大家，大家就这样子跟他一路走。他也是说他长大以后他想到这一切，他觉得真的特别的没有必要。你有时候单纯为了一个心理上的感受你真的是要付出那么多，真是没必要。对，但是我觉得我对孤独还是有点惧怕的。我小的时候也属于那种就是需要上厕所有人陪的，像我现在也是，我连一个人排位我都不敢我需要跟朋友一起排位我才敢。你为了不想一个人打，似乎好像还加过一个代练的群，里面有20多个男模一起跟你打招呼吧。我们在这里放一点那个语音给大家听听看咯。Hello 姐姐晚上好，我叫吴言，主要玩打野的，希望姐姐玩得开心。Hello 姐姐下午好，这边是 KS 的肖，主要是射手，然后希望在明天可以陪到你。还不找我聊天，520的5.2不想要了是吧？晚上好，这里 KS 的话的，左岸射手的。现在已经退群了。我觉得我们现在社会确实是有点变化了，就是以前你一个人没办法，你现在反正你就算打游戏害怕，你还能暂时的让人陪你玩游戏，这也是时代在变化。就以前大家会觉得一个人真的不正常，如果一个人他不结婚，大家会说
这个人绝对有病，绝对有问题，现在已经不会这么想了。我觉得这个在流行歌曲里面也都有体现。我们小时候有很多唱孤单的歌曲，你就都感觉孤单就快死了，孤单的人就等于完蛋了，你孤单你就别活了，你孤单就滚。对，以前流行孤独是可耻的，这句话红了好多年哦。有一首是阿桑的歌，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这个时候应该再加点音效，我觉得真的够了。还有刘若英，她有一首歌就是我想我会一直孤单，然后她这首歌她虽然这么唱，但是能明显的感觉到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不想孤单。因为她这个歌红的时候，当时她是演那个结婚狂啊，她很想结婚，就是想结婚的人。然后刘若英有好多这种类似的歌，还有一首歌我记得她好像是说什么我只是想早晨有个人陪我吃早餐。我想说你自己一个人吃怎么了？而且我们现在都是816减肥法，都早晨不吃了，没有必要为了这个东西找个人。对 S.H.E 也有 Only Lonely，虽然也很轻快的一首歌，但结果就是也是不想孤单呐。他那首歌已经稍微好像有一小点反思，因为 S.H.E 是那个时候的新少女代表，是就好像有人说那也没关系啊，就我们很好啊，就是先孤单，好像大概没怎么样有这样，但其实就你这样唱还是觉得孤单不好吗？ You are only lonely 求求你看看这个世界又不是全部都一对一对，我们又有品味。然后什么歌词有点记不住了。然后还有一首歌是我想我可以习惯一个人生活，很苦很悲，其实都是不想一个人生活，但是可以习惯。我们现在就好像没有什么这样的歌，现在的热歌都是抖音歌曲，它只讲究一个节奏，咚咚咚咚咚咚咚卡点的这些律动。是，你就一个人在家里面支个手机啊，你就跳舞，你就直播了。你真的不需要有一个实体的人可能待在你的身边啊！你打开互联网上，像我们现在播客也是啊，有很多人就说他觉得孤单的时候，他就开着播客听，像打开我们 M 字闲聊，我们俩在这边没心没肺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他就感觉家里面似乎有2个人在跟他聊天。我们有一个听友说，他经常听我们聊天的时候，他想加入，他想插嘴，但是因为他讲话我们听不到，他就很急。你想插嘴的话，可以先去买一个我们的这个麦克风和声卡，价值7000元。那我觉得说点实际的吧，我看到一些心理学家说，如果你觉得非常孤独的话，或者是你有一些所谓的对孤独的焦虑的话，你可以培养一个输出型的爱好。我觉得这个是说的蛮准确的，因为自从有了播客，我好像就没有那么感觉到孤独了。当然不只是因为我现在有了伴侣，也是因为我觉得你一直在说，一直在输出，你每天要想很多你要表达的东西，你好像就没有那么关注孤独这件事情了。包括以前，我觉得它代替了以前写日记这件事情。对，像我做播客以后，我也觉得我的人生健康了很多。就你讲这个输出型爱好，我觉得真的说得很对。因为我们大部分，不管你是去买东西啊，还是你看电影，你都是从外往里面吸收，然后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在自己心里面想的，没有跟外界产生真正的联系一样。但像我们做播客嘛，我们自己要准备，我们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首先我跟你之间就是有一个互相彼此的交流，那听众听到我们也会给一些反馈，不管是好的坏的啦，那我们也再去反馈，就是彼此之间都交流起来了。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还真的就挺热闹的，而且你也能得到更多，情绪上也不会那么孤单的感觉。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可以这样子，如果你真的觉得自己很孤单，就像我刚才讲的，你都可以打开抖音跳舞。我觉得如果很怕孤独的话，你也可以给自己找到一个心理上的支点。这也是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的，就她年纪比我还大个5-6岁，一个女孩，她也没有结婚。我说那你会不会有时候还是觉得有点寂寞啊，或者你觉得还是结婚比较好？她说她最喜欢一个人自由自在。那她有一个很大的爱好，就是看耽美小说。虽然这个爱好很多听友听到了可能也觉得不以为然，心想还以为是世界名著嘞，结果就是网文。但是看世界名著可能会睡着，咱也是水平没那么高。那我和他一起出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真的无时不刻都在看，然后他看的也很沉浸，也很投入，所以我觉得他不会觉得孤独，因为他心理上有这个点，只要一看到耽美小说，他就神采奕奕，他就很开心，他就不会想到别的。我觉得就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你一做你就会非常非常开心，
那我觉得也蛮幸福的，就哪怕你最孤独或者最难受的时候，你都会知道，只要你现在去做这件事情，你也会变得很开心。还有我觉得也可以给自己找一点兴趣爱好吧，我觉得兴趣爱好真的是很容易认识新朋友的，就你不用再去花自己的玩具和学校门口买串结识新朋友了。像我就是很喜欢玩乙女游戏嘛，中国出的这些恋爱游戏我全部都玩过。我虽然年纪很大，但是我也去那种小孩的漫展，我第一次去我都是一个人，其他人真的年纪很小，而且他们都打扮得很好，但是我都是穿着地球人的衣服，就是那些穿 JK 的好像是把普通的衣服叫做地球人衣服就是但我去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还和他们拍照片，我觉得也不错。那我之后又去了几次我玩的游戏的活动，我也认识了一些朋友，虽然他们都是初中生什么的，可是也是能在一起进行一些交流了。所以我觉得有兴趣爱好的话也蛮好的，就很容易有同好了。萨比西，我听完以后我只有这个，因为我要接日语的话我只会这一句了，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是脏话。我知道，寂寞。对，听友们想说啊，你都去找初中生了，还在自圆其说。对啊，刚才其实我们真的很多自相矛盾的点。刚才说爱情啊，不想花钱啊，什么也不想讨好啊什么的，结果呢，我本人去那个花钱找陪玩。对，没有了，就是还是聊个好玩啦。有的时候你不在意的东西，反而你会愿意花这个钱。我还有一次去漫展，在那边呢都是很小的小孩，但这时候我看见有一个女生，我感觉跟我年纪差不多大，我就赶紧我想找到同类了，我就跟她聊天，她也是跟我聊天，蛮开心的，就聊。她说：“哎，你给我拍拍照。”我给她拍，她也给我拍。这个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小女孩，她说：“妈妈，我要看的都看完了，我们回家吧。”然后那个女生就跟我说：“哎，我先走了，不好意思。”就陪女儿来的。已经是这个境地但是人家对我也是蛮好的，而且现在说实话我觉得不同年龄的人交友也不错。现在有一个称呼叫小姐姐，就是我喊初中生小姐姐，初中生也喊我小姐姐。虽然很多人讨厌这个称呼，但你想想在这个情景下是不是就还不错？挺不错的，模糊了姐姐的界限。真的，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也算是身体力行的表达了人到了一定岁数还是不是说那么所谓的家庭圆满要怎么继续过活。比如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有的时候很少的时候我才会有一个那种哎呀我有一个家就好了，就这个想法已经随着我的岁月变迁年纪的变迁没有那么强烈了。我有2次，就是那2次好像可能都是冬天嘛，因为你知道在上海家里如果没有地暖的话房间真的很冷。然后我那天我就去我的好朋友六六家，他们家就是豪宅，然后全都是地暖，家里一进去已经是28、9度，我就看见她老公在给她做饭，她儿子在抱着她就求她跟她玩。然后那一刻我多多少少还是觉得说心里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我是觉得说哇我是一个人呢。但是你除去那个画面以外，我很少有这么伤感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克服掉自己的这个对自己的怜悯吧，我觉得。而且还是不要去比较，你不比较你就是单身贵族。哎呦快别说了，我们有一期为单身人士说话，结婚的人差点没把我们骂狗吃屎，就是一直说结婚有多好多好。我想说天哪，我在那个路上好多路人采访都说结婚不好，可是他们就可以说出来80个点呢，一问结婚才3年。我的朋友都说哼，等7年10年再说吧。结婚的朋友全都是一肚子火。没有啦，我还是开玩笑的，我只是觉得说既然我们都已经选择这个孤单的状态了，那我就觉得不要再为了他多愁善感。那最后呢，我还是也想说一说孤独其实是有很多好处的。什么呢？像我觉得孤独对我来说是一种成长，因为你有的时候特别是在孤单的时候，无论是你生病，你觉得那个时候需要有人为你拿药为你端一个水，但是你不得不自己解决，还是说你有的时候自己在家发现灯泡坏了，你只能自己去换，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我看群里也有女生说她家里东西坏了，她一个人很无助的时候，或者是她没有办法跟人倾诉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哦，虽然我们俩也算是朋友多的，但我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俩互相太了解彼此，我很多事情你知道了，可是我这个时候想找一个不知道的人来倾诉，我发现我没有人去打这个电话，我也不能跟我妈去打，所以你只能自我消化嘛。所以我发现这个成长就是你的消化能力变强了，你要自己一个一个去面对和解决这些小小的问题。是的，我记得像我小学和初中的时候交朋友，最好的朋友之间真的是无话不谈，就发生什么事都会讲。但到了高中嘛，可能就不见得会讲那么多事了，你自己有一些家里的烦恼啊，
不见得会跟朋友去说，或者如果偷偷谈恋爱的话，有时候也是要保密，先是搞一下地下恋情这样子。到了大学，那和好朋友之间可能相对来说说的东西就更少。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我会觉得我的很多事情有必要跟别人说吗？人家可能也不感兴趣，大家有自己的生活，我的事情像鸡毛蒜皮一样的，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跟好朋友讲一声吧，就是只能去自己面对一切的情绪了。而且有的时候吧，就自己心里有一点烦，确实想找一个人倾诉，但你也知道，因为现在大家已经系统的学习过一些网络语言了，你也知道这个时候去找朋友就叫做索要情绪价值，心里就先打鼓啊，我不要索要情绪价值吧，那还是只能自己默默的去调整咯。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连胃都可以锻炼消化能力，为什么人对情绪不能锻炼呢？所以我觉得这个锻炼其实侧面来说是好的事情，有的时候孤单是会让人强大的。确实，孤单久了，有时候真的挺无坚不摧的，因为你自己要面对所有的事情，去处理所有的事儿，你就真的变成一个全能人了。你孤单10年，你什么都会了，这个时候有个人跟你结婚，我的妈呀，纯纯被人占便宜了。开玩笑啊，而且我觉得像我之前讲了，我说我觉得孤单有一个好处，就是很自由，不用妥协。我觉得在你的身上真的体现得很淋漓尽致。就像你讲的，你之前旅居，你在不同的城市随便住随便换，天哪，如果你是有家庭的人，像你刚才讲的，你肯定是要去问别人的意见的。对啊，我现在有对象以后，我真的很想去找我其他城市朋友玩，我都会问他，你有空吗？要跟我一起去吗？然后他如果没有空的话，我就只能自己去。可是我自己去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负罪感，就是我没有陪他或者什么的，你多少会有一点这个思量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你说很多人在情感关系里的人，他不怀念那个单身的自己吗？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怀念过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再继续妖魔化孤独这件事情，那就让我们既然选择他，就好好的爱他就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让我们孤独的对大家说一声晚安 and 拜拜。拜。